大家好，今天这栋 Hillside Property， 我们不单单可以看到远处的山脉景观，以及山下蓄水池的湖景，更妙的是还能看到洛杉矶市中心的景观。欢迎跟我们今天回到表燕。Feel like summer in Ibiza, tastes like honey when I see ya. I can't help it, I'm obsessing. Oh my God, I wanna feel ya. Watermelon, sugar sweet, now we're sitting on the beach. I can't help it, I'm obsessing. Oh my God, I wanna feel you right now. Do you feel the way that I feel now? Sunset breeze, get closer to me now. 房屋本身呢是典型的现代风格外观，白色为主的立面，黑色的车库门格外显眼。二楼正面可以看到有伸出来的阳台，以及正门2层举架的入门设计。通过正门硕大的 pivot door， 也就是现在的豪宅标配了。那在看房屋其他的讯息之前，我想跟着镜头一起先把大家带到房屋的靠后面的大阳台的区域，因为这个景观真的太不一般了，跟我们频道之前展示的很多类似区域的房屋的景观都不一样。是。它能看到远处的山脉，下面的这个蓄水池或者蓄水的这个渠，山间的绿林，而且远处的城市景观也能看到见，那是洛杉矶的downtown的景观啊。所以这个标点景观是个全景，在这里这么漂亮的景观呢，我想最快的速度把这房屋的信息给大家先说出来。房屋是差5000块钱，1650万美金，8房10个卫生间，占地面积1.16英亩。室内面积9456平方英尺，这个尺寸，这个价格在标面给这个景观，我觉得这个景观应该占1半的价格了吧？对，而且这一侧的标面更加的安静，因为你可以看到沿着这个水坝周围的房屋是非常少的，它不像是咱们那边那一侧就密密麻麻山上的 Hillside 房子，对不对？我们之前有拍过标尔另一侧的一套房子，记得吗？是看到的 Getty。看的是 Getty， 就是405高速公路的另一边，对不对？对。但那边会总觉得热闹一些，相对。对。但这边就是这边更幽静，更像在山林间生活的感觉。那跟着我们镜头再回来，可以看到都是 pocket door， 全部收到墙内的。你说这么棒的房子，这么棒的景观，大家肯定不想有个门立在旁边嘛？那其实一进门这边有一个正式的 living room 的区域，一个对比很强烈的黑色石板做的一个背景墙，一个 fireplace。正式的位置坐在这边，实际上也能看到很棒的景观的。你像晚上、白天我们这个时间坐在这里，看着景观；晚上坐在这里，城市的灯火亮起来以后，非常的舒适。可以看到背景墙其实它有很多 LED 的灯带作为装饰。我们往这边走一点过来，左手边我的这个方向是一进门的地方，是一个套间。自己的卧室、卫生间尺寸也不错，又有那种落地的大玻璃，直接看的是正门的区域。这个位置要不然就是给服务人员用，要不然我觉得作为书房是蛮合适的，因为谁进来一眼就看得到了。再过来一点，门的另一侧是它主要的上下楼的通道，楼梯间都在这边，钢化的玻璃、非手不锈钢的这些玻璃非常的漂亮，而且它这个楼梯的走廊和这个通道。是有这个 LED 的灯带，从地下一直到2楼的空间，两侧都有。他用这种方式把它做了一个照明吧，然后再往这边，我觉得是它的小优点之一啊，就是这个电梯做的还是蛮漂亮的，全开放的透明的这种设计，咱们这频道里好像没见过这种类似全开的。我记得是头一回见到，是不是？你看门这边，包括里面的那个隔层门也都是透过来的，所以从这边上下，而且你看楼梯间。就是楼梯里面可以看到，它楼梯间里面都是有做了这些花纹的铺设了，对，让它不是很单调，不是那种像水泥呀那种未完成的这种状态的感觉。整体来讲就觉得蛮漂亮。其实真的家里的电梯还是应该做漂亮一点的。这边是一个半位，半位的话颜色搭配的很有意思。是一进去感觉哇塞，跟绿野仙踪一样，翡翠。但是呢，翡翠对不对？就是这个颜色而已就好了。身后这边是它的车库，车库蛮有特点的，上面这个 LED 的灯带啊，地面也刷得很好，然后两侧还有2个楼梯，挺漂亮的2个楼梯下来走到车库。它这个车库也是花了小心思了，对不对？没有说随便简简单单的做一做，很不错的空间，停2辆车。到这边房屋算是中段的空间呢，
是它的一个酒吧的区域或者一个水吧的区域，两侧其实各有一个 Sub-Zero 的一个小红酒的冰箱，打开了以后里面放个10几瓶、20瓶的酒是没有问题的。它这边的洗手池也是放在了这边，人造的材料台面也比较经久耐用。然后在它房屋左右的中段这边，哎，挺有意思。主客厅没放电视，它这儿放了一个地方，还挂了一个电视，还尺寸不小，就在房屋当不当中间中不中的一个地儿。居中的位置，你说属于会客吧，也可以聊点国家大事什么的。聊家国事还是进屋里聊好一点。其实这个地儿围起来，我觉得我可能不会在这儿看电视。我要是坐我就坐客厅，直接看景观了，对不对？对。我们镜头再往这边走一点，其实它整个的1楼的分布啊，一眼进来就全部都能了解得到，这个格局还是挺开朗的。而听说 listing agent 说已经收到 offer 了，这个房子还是蛮抢手的。这是它正餐厅的位置，身后就是厨房，所以它动线还是蛮安排的很合理的，很漂亮的一个现代的射灯，上面也是用作了 drop ceiling， 两边有环绕的这种灯的效果，氛围灯。整个一个8人的餐桌放在这边，前后左右留的位置都不错。身后那边实际上是厨房的准备间的，往那边可以直接绕到车库，所以是包着车库在后面的位置，安排的也是很合理。那大家说了，你看那么好的景观，你给谁了呢？那我觉得这家应该是比较喜欢做饭的。首先这有一个简单的早餐的 breakfast nook， 有一个电视，早上起来看个新闻，啪给做管角拉开，从厨房的地方，哎，它让你做饭的时候能看到这么好的景观，还挺有意思的这个选择。那电器方面呢，全套的 Miele 的电器，下面是2个 Sub-Zero 的酒柜，又放了2个在这边，咖啡机、烤箱 Miele 的一个 cooktop， 它这个可以看到，就直接是它的 hood 是在屋顶上。非常高，你这边打开了，实际上油烟的这个流通，空气的流通是没有问题的。本身顶就已经超过11尺了，我觉得是 OK， 用这种方式的设计。那冰箱呢，不用说了，一个冰箱，一个冻箱呢，也同样都是 Miele 的，简单 push 一下它就可以打开的。再往后面走，它这个就有点像衣帽间的橱柜的做法了，是不是？这种做法很少用在厨房。是衣帽间做了一半多出来，柜子没地儿放了吗？就让你放一些可以展示的厨房的设备啊，好的一些餐具啊，盆放在这边，就真的这有点放精品的感觉了，是不是？一般的东西都不好意思往里面放了。那之前讲嘛，这边通道就是它厨房的，或者是第2厨房，因为里面是有一个 cooktop 的，然后直接通车库的一个区域，空间也不错。往这边你看，它还留了一个开窗，让有一定的自然光从侧面可以照进来。往这边可以看全套黑色的橱柜系统，这里面的亮点是什么呢？应该就是它了吧？它算是个小亮点吧，应该。碰一下，它是直接推一下，全自动的直接撩开一直到上面，然后关的话也比较优雅，就是开关一摁下来。对，咱们频道里用这种其实也不是很多。可能我印象中就1、2个这样的。然后它的 Miele 呢，同样也是选的比较好的洗碗机的系列，就是敲2下可以打开的。包括里面的副厨房的那个其实也是，所以它在电器方面的选择实际上还是挺肯花钱的啊。那不用说，再往这边走过来。整个的岛台呢也是黑色的岛台，所以黑色橱柜、黑色岛台真的非常的现代、干净、整洁。它可以都收到墙里，从这一侧厨房你在做饭的时候，看到的是这么安静的景观，这个真有点奢侈啊。是你做饭的时候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观，这么的安静啊，没有任何的纷纷扰扰，这一刻你会觉得我好像能看到洛杉矶，但是又远离了洛杉矶的景观一样。我们整个这一层为大家简单介绍完了，跟着我们侧面的楼梯下去，看一下它的后院。通过我们2层的阳台和入户这层的阳台下来侧面，我觉得这点蛮好的。不光从室内的楼梯，外面这么大的阳台，侧面也修了一个楼梯，可以下来到它的下层空间。从这边过来可以更好的接触到和看到、欣赏到我们远处的景观。这边其实下面是有一个小平台的。
其实更能放个椅子观望一些景观，主要是这个作用。那么这边呢是有一个坐的区域，站在我这个位置，其实正好可以看到远处的山脉。实际上那些山脉到冬天的时候是有积雪的，那再加上眼前的这个大坝或者是蓄水池，加上周围的山林，大家就是给大家能看到，就是Bel Air这个区域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番景观。那更不用说啊，往那边还能看到城市。再往这下面走呢，是我们的烤肉区域。整个的这遮阳挡棚下面，实际上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加州阳光房的一个空间，可以看到上面大量的木板，而且它的 LED 灯是这种长条的形状，从房屋的最内处一直延伸到外面的屋檐，非常长的一个长度。那更不用说这个室外厨房，其实室外厨房它这个尺寸是不错的，整个的空间岛台呢也是这种高低吧台的设计，这边呢可以放一些吧椅，简单的坐一坐。设备呢它也是配的比较全的，包括这边的 pizza oven， 以及这个打开了以后，下面可以放你喜欢的啤酒，在这边看着这么好的景观，接一杯冰镇的啤酒，坐在这边那多舒服，对不对？再往后面，烤肉台也有铁板，包括这边洗手池一应俱全，包括这边还有更多的 burner。身后是一个卧室，是楼下的卧室，可以看到楼下的卧室直接拉开以后，直接就可以到户外的这个活动区域，也是蛮不错的一个设计。再往这边走呢，是它的一个户外就餐区，可以看到它整个的加州阳光房的尺寸是非常大的。那山谷里面和看城市那边的不同嘛，也是更加的安静，鸟语花香，都是背景的鸟叫。那么再往前面走，出来到这一边，这边还同样保留了大量的真草地的空间，还是蛮不错的。它没有用人工假草，而且我这边简单几步过来又是一个泳池的空间，但就是没有做无边泳。但是其实你在泳池里面这个角度这个位置，其实看出去的景观已经算是接来为有，相当不错了。我们镜头再往那边横向移一点过来，泳池是一个长方形，简简单单，这边有入水的区域，它把热泡池放在了泳池的最尽头。我觉得它考量就是坐在那边一个长方形的热泡池，坐在里面，它给你看的就是远处。我们当时看这个房子还没有注意，它这个房子是你看能看山，能看大坝，能看底下的青山，能看整个下面的绿树环绕，而且还能看到洛杉矶市中心的景观，这是挺难想到的。是，通常标链的房子很难说都照顾到，很多都是看的是 Central City 那边吧。你看洛杉矶的景观也在你最眼在，我觉得这个房子的景观呢，确实是它的一大亮点。让我们的后院为大家介绍完以后，赶快跟我们凑选看一下它室内这一层的空间。来到室内，为大家来看它1楼的下层的空间。那首先啊，整个下面也是一个巨大的 pocket door， 从2个方向打开，全部能收到墙内。可以看到天花板上的这个 wood cladding 和它这个 LED 灯，感觉是连通的吗？就给这种视觉上的错觉是从室内直接延伸到室外出去的，因为它的灯条都是对得上的。是。做的还是蛮漂亮的。镜头稍往这边走2步过来，这边就是刚才说的 barbecue 台旁边的那个套间卧室嘛，那里面有一个门，可以从这侧直接过去。哎，它房子8个卧室，哎，这个尺寸的房子卧室算多的了，9千尺。对，咱们通常9千尺很多房子大概就5、6个卧室而已。那么这边可以看到，这应该是它主要的酒吧了。哎，这个酒吧我觉得大的有点夸张啊，有必要这么大吗？嗯，比上面厨房都大。娱乐性的功能吧，因为你在这一层感觉又有泳池嘛，对不对？娱乐的东西都有，景观该有的样也不少。那下面这边显得更 private 一些。那么这边可以看到它8池，东西也不少。那首先看到就是后面这个陈列柜，里面 LED 灯都打上来，透明的这些柜子，增添了一分贵气，还是挺漂亮的。是。两边的台面用的都是同样的石料。收纳空间也全部都做好，下面有大量的储物的柜子空间，往这一侧的东西稍微多一些。电器，一个洗碗机，你说你就可以看啊，它要洗多少酒杯啊？这一个洗碗机，专业的，对不对？这边是一个储物，这边放了一个 microwave， 也能蒸饿的小零食都可以。再往这边，冰箱，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制冰机，再往这边。Sub-Zero 的一个
酒柜，小酒柜，所以你看它这一侧，你看岛台长吧，但它底下都有东西。是你要再短一点，它放不进去了，是不是？所以你说这个岛台，真的得是那种愿意 party、愿意享受的人才行。然后我们往这边走过来，镜头转过来啊，可以看到它吧台啊正对着，其实楼下就被这两个空间分享了。一个坐的区域，一个放松的一个 lounge 的区域，也比较合理嘛，不能光坐在吧椅上喝嘛。你这么长的吧台，这边坐点人，坐在这边隔着泳池，看着远处的景观，也是比较舒适的选择。身后也是做了一个 bookmatch 的石板铺起来，下面一个 fireplace。那同样和刚才对面那个卧室正对的，这边也有一个卧室，也是有一个自己小侧面的拉门，可以去到后院。尺寸也还不错，也挺安静的。我觉得楼下这两个卧室相对可能比楼上更安静一些，是不是？就不一样。进来直接拉门出去就能跳到泳池里了，还是蛮舒适的。往这边走过来，地上它选的都是这种哑光的大砖啊，给人感觉还是挺大气漂亮的。那这一侧是它楼下的一个半位，你想10个卫生间的楼下的一个半位，用的石料呢就是那种人造的材料，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和楼上那个半位给你感觉就是完全不是一个房子里的卫生间似的。是不是？上面那个用的颜色就哇，一进怎么那么绿？然后这个白白的就很现代，很当代的感觉。这个门后面藏了一个巨大的电影院，3层的设计 ，LED 的灯带，上面的氛围灯，巨大的一个幕布。这个电影院尺寸也不错，可以看到它整个地下其实就是为了娱乐、放松设计的，完全就是这些。那么镜头再转过来一点过来。回到了它楼梯井的位置，可以看到 LED 的灯带直接到了最下面一层嘛。我的右手边这边是它的电梯下到的位置，再往前面走，它的整个房屋的大脑啊，一个房间24小时制冷的，是它所有的电机房、电脑全在里面，洗衣房藏在这里面。这个洗衣房一看就是家里要请佣人的了，主人一般不会跑到这儿来洗衣服吧，对不对？然后再往那边走，还有一个健身房。上面还有一个小的天井，带一点自然光下来。健身房里面也是有卫生间的，就该有的东西，实际上你看楼下都给到你了。整个下面完了，跟我们上去看一下它的主卧室。上到它的3楼，主要它多数的卧室都在这边，可以看到3楼上来一点，这算它的一个小特色吧。这灯做的还挺柔美的。是，从这边也能看到房屋的正门标链，这边山上其实治安是不错的，因为大家老担心啊，不是铁门社区，治安会不会有问题？你想这么多富豪，啊，奢华的这些有钱人阶级都选择这里，那肯定是有它的好的。正门很通透，就是一进门上面这个大 picture window， 从那边也能看到一些景观。身后这边有3个卧室，尺寸差不多，都做了很漂亮的 LED 灯的 drop ceiling， 自己的卫生间、衣帽间都有。而且最靠它房屋后侧的2个卧室是有一个大连通阳台，一直可以连通到主卧室的。那么这边的门里面藏的，实际上这有一个简易的一个洗衣机啊，洗些小的个人衣物的一个空间，但主要的东西还是在下面去洗啊。这边是它楼上的电机房，一些系统放在这边。再往这边走2步过来，这边就是它的电梯上2楼的位置，可以看到整个2楼的电梯，它电梯井里面的花纹是一直做到顶了，它是没有一点的说是省钱啊。我们再过来，双开门打开进来呢，就是它的主卧室空间。主卧室空间有几个地方还挺有意思的，先看这边，进来这一侧实际上是他男主人的更衣室，第一次见这样的更衣室。中间这个玻璃门是2侧2项都可以打开的，进来以后有点盗梦空间的感觉，有点迷幻，全黑的配色，就非常的男性荷尔蒙。然后也是品牌的衣柜，你看它里面的很多的隔断啊、皮具的分层，都给你做好了 ，organize 好了。我觉得这点它这个男士的更衣间算是咱们看过的比较不错的了吧。再往身后。打开这个门是他男士自己的卫生间，他这个石头选的还是挺梦幻的，所有4面的墙壁，下面的这个地面就差天花板了，全部铺满。洗手台、水龙头也是这种简易的设计，然后是这种一条一条的细的这种，像莲蓬头一样出来的。
然后身后整个一个超大的淋浴空间，也有 Steam 的功能，正面也有一个阳台可以走出去，有一个拉门，还真的是蛮特别的。我们再往后面走一点出去，女士的那个更衣室啊，也挺有意思。出来，哇，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电视机？我刚想说，一晃眼上怎么一开门旁边有一个，哎，大家看这个位置，这是用来看什么的？谁会坐在这儿看电视啊？我猜是 security。是不是这么大的屏幕？它房屋的每一个角落放一个小屏幕在这边，对，比较有安全感。太夸张了吧！我宁可把它换成一个电子画框，不停地换一些画，也可以。但反正第一次见啊，你说一开门进来放了一个电视，尺寸也不小啊。到这一侧呢，就是它的女士的衣帽间。女士的衣帽间尺寸其实和男士我觉得没有差太多，但它显得更加的开放。更规整，对，中间一个标准的一个岛台嘛，你可以看到它的岛台下面这些都是有做抽屉啊、分段啊、隔断，全部都有。身后这边也有一个女士的梳妆台，都是做好的。那更不用说这边的精品柜了，里面 LED 的灯，中间的这些分架全部都有，而且上面还留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天窗，可以把自然光直接采进来。这个女士的衣帽间还是比男士的要好一些啊。我们再往那边看是它的主要的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去主卧那边之前啊，这是它的，也不能叫女士卫生间吧，因为我觉得这是可以共用的。那进来四面啊都是石板铺好了，没有任何问题。地面也是，这边是一个大的淋浴房的空间，上面也是有 Steam 的功能，可以湿蒸换气都有。一个 fireplace 在卫生间里，这个明显就大了很多了。为什么我觉得可以共用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看它还是有2个洗手台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想简单的早上起来洗漱一下，男士在这边也是 OK 的。那可能男士没事自己洗澡什么的，就是去那边的。最大的亮点是它的这个 freestyle 浴缸后面的 picture window， 你躺在这里面能看到远处的景观，这个还是挺漂亮的。这算是它卫生间的一大亮点了。对。该看的也都能看得到。我们跟着回去看看它的床那边。主卧室，那不用说，肯定最大的尺寸给到它了嘛，比别的卧室要大2倍。King size 的床放在墙的一侧，身后这边你看，主卧室还有一个这么大的隔断，可以作为他自己主卧室放松休息的一个小的起居室的空间吧，起居空间。石板的墙面，一个小的壁炉，上面挂了一个电视。往这边走过来，同款所有卧室的同款的 drop ceiling 周围也有这个氛围灯的铺设，身后的景观美得让人窒息啊！为了不影响你最好欣赏这个景观，所以它用的依然是 Pocket Door 全部收到墙内，而且是自动的。出来2步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阳台啊，太宽了，都可以放这种躺椅了。当然，跟前讲了嘛，那2个卧室是通的。就是你要想去这2个卧室，那2个卧室想过来，从阳台可以过来。你要有2个小孩，我觉得挺不错的，这个设计。你要有2个小孩的话，从这边和主人之间、主卧室之间阳台上来回跑动一下，那更不用说出来以后看到的这个景观真的是美得让人窒息。山脉的景观，底下山谷的景观，水坝蓄水池的景观，远处城市夜景的景观，全部都尽收眼底。你说住在表二这么多人喜欢的这个原因，大概就是身后的这些了吧。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也就完全的结束了。再次感谢 Listing Agent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栋特别的房子。有关这栋房子更详细的信息，我们会放到视频下方。最后，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